身上原本就有伤势的萧炎，此刻再一次遭受了重创，身上的血肉开始模糊，萧炎的气息也是瞬间熄灭了下来。刚刚身上的金光也是在这一刻尽数的收敛体内，萧炎的实力也是从7重天位神巅峰回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哈哈哈，不堪一击的小子，刚刚的股力量怎么不展现出来？是无法施展第2次吗？天域之主见自己已经掌控了全局，更是露出阴狠的笑容。萧炎捂住自己的伤口，嘴中依旧还不断的流出血液，他的视线也是有些模糊起来。经过这一场战斗，他似乎也已经达到了极限，面对一位半道神实力的天域之主，根本就无法抗衡一丝，所以萧炎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萧兄，灵动和沐尘的御魂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地出现在了萧炎的身边，他们看着萧炎身上的伤势，怕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能够在一名半道神的攻势下击中，没有当场陨落已经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又在萧炎的身上发生了。灵兄，沐尘，我答应过你们一定要救你们出来的，如今想要彻底的将你们救出，必须要让你们断开与那颗玉心的联系。萧炎望着灵动沐尘2人时，脸上依旧挂着希望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还没有或变得那么糟糕。相信我，我一定带你们出去。萧炎双目微微闭上，殊不知他的手中已经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道金色之物，仔细一看是一道精致的金色龙之形状，并且在其上散发出一股极其特殊的气息，令人心生忌惮。天元令如今没有办法了，需要元尊前辈出来了。原本萧炎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如今自己的实力想要与半道神抗衡，根本就不可能有反转之德。为了能够有把握的救出灵动和沐尘，以及脱离与玉心的束缚，萧炎也只能拿出这一张最后的底牌了。这道金色龙形之物出现时，其中那股特殊的力量直冲他的体内，瞬间让得萧炎自身的神力变得更加的精纯一些。刚刚自己已经被掏空的神元之气似乎也开始恢复了，这是为什么？虚空上的天域之主目光冷厉地望了一眼萧炎、灵动、沐尘3人，一只手伸出，一股居高临下的恐怖气势便是对着他们3人的上空笼罩下来，并且在这处空间上，一道由玄妙道法凝聚出的黑色巨掌直接迸发出恐怖的力量，那股力量能够让所有天位神都感到绝望死亡之意。看来这第一次的出手，天域之主已经没有保留任何实力，只想快一点击杀眼前的萧炎、灵动、沐尘3人。一出手便是席卷出道法恐怖之力，对着他们3人笼罩而下。四周的空间碎裂，早已经变成了虚无，危险的气息也是将他们3人包裹而尽，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一招下活下来。而灵动和沐尘此刻也没有出现恐惧，因为他们相信萧炎。他们的目光看向萧炎时，其上的表情竟是有些平静，仿佛根本就不在乎对方的这一招攻势。就在最后的时刻，萧炎将手中的天元令轻轻的一捏，伴随着碎裂的声音，那金色的龙形状之物的碎片在空中化作万千光点。顷刻间，一个巨大的金色阵法在他们3人的周围无限展开，阵法之上万丈光芒直冲云霄，直接将天域之主释放出的道法恐怖之力挡了下来。此时的天域之主脸色都是在这顷刻间一变，没有想到萧炎居然还藏有后手，而且竟然能够轻易挡住他自己的这一招，这怎么可能啊？然而在天域之主震惊间，萧炎的双目依旧是紧闭上的，可他现在竟然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中，这里的空间呈现金色，这一方的空间很大很大，根本望不到边际，让人感到无限恐惧。但是萧炎又按耐住内心的恐惧，仔细观察，发现在这处空间中仿佛有其他特殊的力量，充满了神秘的玄奥。下一刻，萧炎总感觉自己似乎看到了这处空间的边缘。在萧炎这般念想的时候，萧炎的身躯居然已经出现在了另一处区域边缘上。萧炎有些发愣，这不是自己的错觉吧？萧炎心中简单的涌起一个念想，空间边缘就此呈现在他的眼前，同时他感觉到的这个空间中充满了一种无比强大的特殊能量，这种特殊力量似乎在不停的规则变动，难以捉摸。这种能量的庞大程度甚至超出了一方神界的总量，但是萧炎却惊奇地发现，这些能量在此刻他只能看见，却不能拥有，这倒是让他有些无法理解。他心中不禁疑惑，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能量，却不能被人所拥有呢？这神秘空间实在给萧炎有所深刻，也是遇见了这样最不可思议的一面。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光芒四溢，将整个天都照亮了。之后一切归于平静，萧炎、灵动、沐尘3人却是安然无恙的依旧站在原地。他们3人都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他们惊叹于萧炎刚刚手中的那道金色之物，竟然是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不对，这股气息。天域之主表情终于大变，他缓缓地抬起头，看着上方处的空间上，那里已经发生了一种空间变革。突然间，这整个天域世界中似乎是有着轰鸣之声响起，旋即散发出金色光芒的无边无尽玄奥大道之势从那处空间变革中席卷而出，那等声势简直恐怖绝伦，无法形容，甚至连那天域中的恐鬼一死气都是在这等金光玄奥的大道之威下被迅速的吞噬而下。咻！似乎是有着一颗散发出玄奥金光的流星穿透这里的空间轰然而落，玄奥金光大道之威快速的涌开，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目光也是直勾勾的看着其中之物。在那金色光之中，
似是有原始而古老龙吟之声，陡然响彻于这天域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金色光柱之中，有一物飞出，直指虚空之中。